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咱們今天呢，還是講這個犯太歲的事兒哈。為啥連着講呢？太歲的事兒犯不完吶。你看我們有點年紀的人哈，你回頭看看幾個本命年，或者到了這個冲煞年份的時候啊，回頭看看，覺得不服不行啊，還真是這個。一個本命年的時候，你看，除了12歲之外，哈，長大了之後，接下來第一個面臨的就是24歲，有些人24就出事兒，再接下來有一個好年36，很多人很倒霉，啊，再就是48，啊，婚姻事業雙危機，啊，好不容易混到60，有些命玩沒了。更別提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哈，就是這樣子，非常的危險哈。我聽起這個話來，家裡有長輩的人心裡就覺得咯噔一聲，就覺得師父說話都不好聽啊。但是這是民間的俗語哈，就順口溜，就是到了這樣的本命年的時候，總會遇到一些問題的。是真的。所以當你走過這個。人生哈，當有點年齡，回頭去整理一下的時候，覺得還真是有事兒。對，所以呢，那個今天上午香可呢就問我一個問題哈，他說師父，你說一些名人的話，他是名人，他還會受傷嗎？他會有本命年的災嗎？我認識名人不多，那我在網上查了一下哈。廣眾知道的一些名人，而且這些名人哈，修養還比較好的人哈，講講他們遇到本命年的那些遭災的事兒。我第一個就講一個哈，也比我們年齡小很多這個小青年哈，中國國內的呢一個天王巨星級的一個小伙子，他的名字哈就是大哥輩，就是叫胡歌，名字就歌，你說這沒辦法哈，但是他的叫唱歌的歌。長得老帥了，你看他演了一部那個電視劇哈，連續劇哈，那個我一開始叫《琅祊榜》，這個琅祊還挺好的哈，都聽說還有個琅祊國哈，就是說琅琊榜、拉秧榜，反正不管叫啥榜吧，反正老帥了，就我就看那帥，女生看那個電視劇的時候啊，比如說拿着雪糕正吃着，這雪糕一直滴了一地。忘了，光顧着看人了，說他幹了啥不知道，就是帥哈，這沒辦法哈，這個看到好看的都是覺得挺好的，賞心悅目的事情哈。這胡歌很幸運哈，這我覺得像你們倆應該比我還了解他的事兒吧？香可應該知道一點吧？對，就是這個《琅琊榜》在我讀書的時候就很紅然後《琅琊榜》哈，不叫《琅祊榜》哈。對，《琅琊榜》。琅琊榜哈。我記得班上很多女同學都很迷這個胡歌。他很帥。那其實知道他其實從2005年，他就因為拍了一部劇叫《仙劍奇俠傳》，那時候他就一夜爆紅。然後成為就是中國的古裝男神的第一代言人。哎呀。不知道成了多少少女的夢中情人，對呀，這也挺好的哈，給很多年輕女孩帶來很多安慰和一種神往，是吧？也挺好的，有個盼頭似的感覺，安慰然後最近他又拍了一個劇叫《繁花》，那個劇也很紅，又拍了一個劇《繁花》，對，就是24年才拍的，新的也是又是古裝嗎？不是，他這裡面演了一個商界的這個大腕兒風雲人物，一改他古裝的這個風格了，演的也不錯的，其實我有看對，也很多人說就很帥演得很好，對，那他這個一路走來也是，他其實紅的時候是，他大學剛畢業沒多久哈，師父他可能就是1兩年左右哈，進入這個娛樂圈，他就紅遍全國了，就是好像是一夜爆紅，因為演了那個《仙劍奇俠傳》之後。那厲害啊！對，他這個紅得很快，這個在當今比較少見的哈。厲害。那師父給我們講講他這個本命年都遇到啥事兒了？
他呢，紅的也早，招災更早。他很年輕嘛哈，他哪一年出生的香客你知道嗎？就是1982年。你看他82年，在我們看就是小毛孩哈。是。但是不管小毛孩長大了，姑娘們都喜歡哈，一夜成名。在他2006年，在他24歲，就是人生的第一個大本命年哈。來的時候24歲嘛哈，12歲就一個本命年嘛。對對對，哎，他就出事了。哎，那個時候呢，好像他是正在拍攝《射雕》《射雕英雄傳》哈。對，那個是，其實很多男星都拍過這個劇，對不對？是。我記得任賢齊是不是也拍過哈？好像是吧哈。也拍過的，所以凡是長得比較帥的男星都得拍一場這個《射雕》。哎，都挺想拍做男主角的，对对对，都想當郭靖。因為那個裡頭這個男主角就特別瀟灑，特別帥，武功實在是超強，不練都功夫就來了，對吧？是。哎，這是挺好的一個戲哈。他來回拍這個劇當中啊，他中途坐車就出事了，就在這個上海附近吧，就是上海杭州啊這一塊高速路上，哎。那天就是2006年的8月，哎，他來回去辦事兒，就來回跑着拍戲呀，哎，那天也怪，他的這個助理哈，哎，有個叫張冕的小助理啊，就是給他說，老師看你有點累了哈，你來回拍戲的話，這個雖然人年輕的話，人的體能都消耗光了哈，哎，他們就坐一個那種，應該是保姆車吧哈。現在就是那種七八人座的那種車，又能拉行李多裝人哈，挺適合一組人馬出行的哈。所以那天他這個小助理張冕呢，就是說，哎，老師你那個我看你挺累哈，你這麼着，你坐第2排，你也可以打個盹兒休息一下。這麼着哈，我呢坐第1排對對對，把這個座位給你騰出來之後，你就在那休息一下。對，那這個小助理呢，其實也看到他們那個司機哈，他專用司機哈有點累，專用司機可是到了地方不睡覺啊，等着看拍戲啊，東打聽西看看，就是吸引着他就不會去休息，等開車的時候就犯一點迷糊，所以這個小張呢，張冕就發現這一點的時候，也正好哎，這個胡歌也累了嘛，你在那休息一下啊，我坐前頭。坐這個副駕駛座哈，跟他聊天，他也不至於困哈。行了，你好好在那休息。哎，結果之後，他這不是睡着覺嗎？等他醒過來了之後，他說：“哎，他後來回憶說嘛，怎麼好像有警車啊？警燈在閃呢。哎，再看一看，回頭看，哎，那邊那不是我的車嗎？怎麼都撞壞了嘞？哎，他這時候才感覺，他一摸腦袋，覺得哎，我好像受傷了，難道我出車禍了？這個過程他都不知道，因為他當時睡着了嘛。等撞車的這個過程速度非常快，他就被撞昏過去了。所以等他醒過來的時候，我覺得哈，可能出了事超過30分鐘了，因為那些警車、救護車都來了嘛。我覺得哎。這怎麼回事？這個時候他就有點害怕，總感覺手上有濕乎乎的，一看都是血，而且剛才手摸到的脖子的地方哈，手指頭都摳到脖子肉裡頭去，摳進去很深，這是平時所沒有的感受哈，這次嚇壞了，嚇得流血了，我一定要活下來哈，我一定要活着，這人生才開始啊，這家伙是不是啊？一開始就出了點名的，別死了呀，還是活着好，因為畢竟死了什麼世界不知道，就是這樣子，所以給他很快送醫院去。送醫院這個過程他是清醒的，他醒過來之後，他的腦哈，他的臉受了很多的傷，光縫針哈縫了100多針了，整個就這個臉還就給廢了，有一個眼珠子差點給扎瞎了，都是。所有的東西都差了一點，你看他那個頸動脈哈，就是脖子側面，其實最嚴重的就是那個動脈這一塊哈，
有一個大口子，哎，那個，但是醫生說你都是很好的運氣了，啊，那這撞成這樣的還是運氣嗎？說只差2毫米，那個頸動脈就扎裂了。如果扎裂，你在這躺半小時，那血早流乾，你早死了，啊。所以在眼睛附近哈，又是差2、3毫米，眼珠子爆了，你看也是沒事兒。这就是關鍵是毀容了，把這個臉呢脖子創了幾個大口子哈，縫針縫了100多針，你想多大的手術啊？可是最關鍵的地方都沒傷害到，啊，還是不幸中的萬幸啊！所以這胡歌還是挺幸運的一個小孩哈，哎，不錯哈，哎，你看，但是那個時候他住院那小段時間的時候，他不知道他那個助理出了事兒，哎，他很幸運，他被救活了，就是縫了很多針。大家看那個照片，他那個臉上哈包裹着那麼多，縫了100多針的，你想生什麼樣了？如果醫療手術那個手術能力差一點的話，這個臉還怎麼演電影啊？是不是啊？那讓人看着恐怖啊！他到處都翻着肉，對不对？啊，那已經就和他的帥完全相反了。所以命運給他開了個巨大的玩笑。之後他就知道，給他換了座位的這個小助理張冕去世了，就那個撞車之中哈往生了。哎，你說這個孩子和他也是有緣分哈，也救了他的命啊。哦，說也奇怪哈，哎，這個一般人就是經歷的話就沒法理解的一件事兒。哎，有天晚上他住了院呢，就夢見張冕了。張冕那次告別，他呢就去送張冕往機場走，說幾點的票啊？張冕說出來了一個時間。結果等他醒來之後還哭呢，但是張冕說的時間呢非常清楚，他記着呢。結果是人家通知他給張冕開這個告別追悼會的那個時間，給他送行就是所謂的機票時間，張冕就離他而去了，很難過吧？這麼聽着哈，哎呀，就這小助理也是對他也是非常有情感的，可能沒有及時的說拜拜哈，最後在夢中跟他告別。他們之間都是相親相欠的關係啊，哦，來報恩來了。用命報恩吶，報完恩就走了。其實如果用報恩這個說法，你覺得聽起來會舒服一點，對不對？報完恩就走。你看他給他換了座位，原來呢胡歌呢是坐前面副駕駛座，那撞車的話一般都是撞前面，哎，對，那死的人就是他了。結果就是這個小助理張冕去世了。哦，這又有一種深刻的一種某種緣分的說法吧。哎呀，這個，所以你就不能不去分析啊！一分析，這裡頭都是道理，都是有關聯的關係，啊，若不相欠，怎能相見呢？說我救你一命，一定是有原因的。哎，好玩哈！哎，這個胡歌就很感動啊，懷念這小朋友啊，就是給他替這個張冕做了很多功德，都建了很多所希望小學，都是用張冕的名字建的。我估計也去供佛哈，也為他用他的名字哈，对，為了他將來去一個好的地方哈，哎，對，從那以後哈，這個胡歌哈就特別覺得，因為他撿了條命回來嘛，注重去做功德，做慈善，啊，去幫助人，他抽空啊，經常3、5年就有一次就去一次幫人去了，有時候到那個鄉下農村。去幫助兒童，就是當老師啊，去撿垃圾呀，維持這個社會的這個乾淨哈，哎，對，賺了錢去分享給贈送給捐獻給一些慈善機構，一些窮人啊，就一直做這些好事。你看他做了很多呀，但是呢，再慢慢的哈，咱們長話短說，壓縮了時空哈，很快呢。來了，他35歲，來到35歲的時候，到35歲呢，聽說他騎車子去西藏朝拜，36歲失蹤，為啥失蹤啊？猜呀，又是本命年來了
36歲不就本命年了嗎？是啊。為啥35歲趕快去西藏去拜佛嘞？要去積累功德，求佛菩薩保佑啊！我相信有命相大師給他說了，你事兒也出過一次了，但以你的某種什麼東西來說，你呀，要小心點哦，啊，具體怎麼說的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是我見了他，我也給他說，今天我也得給他說，哎，胡哥呀，還是小心點啊，注意安全。我也會這麼囑咐他，因為我有我的看法，對，所以這胡歌嚇得一到35歲，趕快就直接不拍戲做功德，36歲消失1年，幹嘛去了？做功德去了，可能去念佛去了，都有。對，我覺得這也挺好哈。是啊。但是呢，我覺得他呢，對他的評價呢，就是這個，他經歷了這一場生死劫難哈，之後，我覺得在那個《琅琊榜》那個電影那個過程中哈，我覺得那種沉穩的感覺哈，哎，就出來了。如果要不然的話，只是血氣方剛，一夜成名，他自己都沒想到自己能成名，對不對？等出現了這個生死大劫之後，他就開始感悟感悟人生哈。其實佛教修行在哪呢？就是要看破生死，看破自然的規律，对不對？那麼你要經歷一次生死劫難，你原來的什麼偉大理想啊，美好的婚姻呐，什麼買個什麼房子這些事兒就不想了。哎，等經歷了事兒之後說，希望下次經歷本命年的時候我不死，我還繼續活着，我還能看見我老婆孩子，那就很幸福了，也不求什麼大富大貴了，這人就所謂開竅了。我覺得他就有這樣的感覺。師父真的聽了這段經歷特別感慨。就是像胡歌，他本來23歲的時候都順風順水的，事業到了高峰。對。然後本命年一來，他也躲不過這個，就是這個衝煞之氣。所以你就上午你問了我的說，那這名人能不能不受這個本命年的這個犯太歲這些災難的約束呢？這小胡歌那是名人嗎？是啊，跑不了，一樣跑不了。所以這是在人類的這個環境裡頭哈，無論多麼厲害的人，他其實我們從現在大家懂了一點這個天體學哈，比如說地球在太陽系中一直圍着太陽在轉，對不对？它自己也在轉着哈。也就是如果你當用某種星圖一看的時候，如果到了這個火星，就人類這個機器不是登陸火星了嗎？在火星在拍地球，那你有沒有見過那個圖片？地球有多大？像個綠豆粒兒那麼大，就是微微泛了一點光，不仔細看還看不見，就小到那個程度。但是這樣的小星球在宇宙裡有多少呢？數不盡呢。所以但是呢，人類又是在地球上這個小點上的一個小生命而已，太渺小了。所以在地球上稱為人類的這些生命，都受着在宇宙時空地球上的某種特殊的時間年代和地球的大命運的制約。你比如說3000年和5000年有一次，可能有10個足球场大的一個大圓不隆咚的大石頭從天上掉下來一次的話，那一次說不定人類就全滅了，牛羊豬狗流着血液的東西就滅了。那下一次再說還有與人類相關的這種物種再能地球上出現，就不知道有多少億年之後，有沒有還不知道哈。所以都会受到這樣的一種天體的特有的一個數字年份的制約。所以說當我們有點年齡的人如果過了50、60歲或者70、80歲回頭看看的時候，如果不相信這個犯太歲這個說法的人就不多，除非特別死腦筋的說只研究某種科學的人哈，總堅持着自己我就是對的那種傻傻的教授之外，其他的正常自然活着的人
都會認真觀察自己在某種年齡的時候出現的某種事兒，都是相信的。那我講了一個，你們也講一個唄。好的，師父，感恩師父跟我們分享這麼好的故事哈，那接下來我們也想給師父和網友們分享一位也是一位特別知名的人士，他是這個功夫影片的一個代表人物，俗稱功夫皇帝的李連杰。哎，我相信大眾都是知道他的哈。其實我記得小的时候我就看過《少林寺》哈，那個時候他還很年輕啊，那個時候他19歲就演了《少林寺》哈。他其實是非常有這個武術天賦的啊。他8歲呢開始學武，12歲就拿了全國冠軍，厲害啊！是啊，後來呢他就19歲就進入演藝界，就做了這樣的武打明星了哈。那香可，你還有聽過這個李連杰演的其他一些非常知名的作品吗？有啊，他演了很多經典的武打片，像那個《黃飛鴻》對，這個整個系列啊，然後還有那個《笑傲江湖》是的，倚天屠龍記》哎，不錯不錯，香可還是很愛看武打片的。還有霍元甲，是，他演的霍元甲可厲害了哈，很厲害。对，他演的不錯。他真打呀。他到了好萊塢還拍了好幾個影片呢，那只是那幾個影片名字我就不記得了。打得真好。對。那我們今天也講一講這位功夫皇帝哈，他的這個犯太歲的年份有經歷過什麼樣的生死劫難？對。那這李連杰他是1963年出生，他是屬兔的哈。那在2005年的時候呢，那一年呢正好是雞年，這個雞和兔啊它是相沖的，所以是沖太歲哈。那2005年呢，李連杰正好是在拍攝他的這個《霍元甲》這一部武打影片的，對。那李連杰也是一個非常敬業的演員哈，為了這個影片能夠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呢，他就是堅持自己每一個動作都要親自上陣，他絕不要替身。那在電影的這個第一幕哈，這個裡面呢，就是李連杰飾演的年輕的霍元甲，在一個高高的擂台上和另外一個對手打這個擂台比武。那導演為了讓這一幕的這個拍攝呢，能夠給觀眾帶來足夠的這個刺激哈，就真正的為他們建立了一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片上哈，差不多3米到4米高的這樣的一個木質的高台啊。那這個高台有3、4層樓高了呀，然後周圍呢是沒有任何的防護的。2個人就站在這個木質的這個高台上要比武，有點危險哦。哎呀，那肯定，我覺得要是正常人在那上面往下看都會眩暈的，是雙腿發抖啊。是啊，那為了確保安全哈，那動作組和導演也確實讓他們把每一個舞蹈動作、每一個回合都演練哈。就比如說我們設計好了10個回合，第10回合的時候，哎，這個李連杰和誰怎麼樣出一拳，大家就從這個高台上被打掉下來哈。這個都是設計好的。那在設計好的地方呢，就是預計他們會摔落的地方呢，都鋪了這個安全墊，哎，就要確保大家的這個人身安全呀哈。這些所有的防護措施都做足以後呢，導演就說 action， 就是開拍了哈。這一開拍，哎，他的這個對手演員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突然想要好像3招就把這個事兒給解決了，不想按照原來的10招來走。然後第3招的時候賞了李連杰一下，結果2個人都從高台上給摔下來了。那然後特別這個好巧不巧的是呢，這李連杰摔下來的地方正好錯過了安全墊。對，因為是沒有預計的嘛，就是他那邊就沒鋪墊子。是啊，從3米多高的這個台子上摔下來了。這幸好李連杰也是有武術的這個基礎的哈，從小就習武。摔下來以後拍拍屁股，哎，覺得屁股確實摔疼了。然後但是還能站起來，哎，扭扭身子，好像骨頭沒有摔碎，沒有摔裂哈，挺神奇的。師父，只要正常人的話，肯定會摔個骨折，內臟肯定會摔壞的。不知道。我是覺得太高了哈。但是李連杰當時摔下來，哎，導演一看能站起來也能動，沒事兒就接着幹活，接着拍片兒吧。然後呢就接着拍嘛。過了沒幾天呢，這個劇組就去到雪山，有雪山的場景哈，雪山就有海拔高一點。到雪山的第4天啊，這個李連杰的全身的健康狀況就突然急轉直下了。好好的拍電影呢，突然李連杰發生什麼事兒呢？大小便失禁了。
他那個時候才40多歲啊，還其實是正壯年哈，身體又沒有問題，大小便失禁，就人體開始失去控制這個自身這個功能了。什麼情況啊？在醫學上來講呢，如果大小便失禁，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信號，就是說明他可能有很嚴重的神經系統的這樣的損傷，或者脊椎受損了。對，就我猜的話，這種大小便失禁的哈，就是摔傷的挫傷哈，弄不好就造成這個下半身哈終身癱瘓。都是有可能的。對。它是一種失控的狀態嘛？失控了。那你受這個傷之後，因為這個失控的原因，就是神經受傷啊。那有可能下半身就根本因為神經斷裂受傷的話，大腦沒法指揮它，就有可能癱瘓的。对，下肢癱瘓，非常危險。是。他當時也害怕了呀，怎麼突然就發生這樣的事情？然後不光大小便失禁，他還出現了呼吸衰竭，就他覺得呼吸越來這個氣兒越上不來了。就是越來越吸不上氣兒了。對，他們那時不還在雪山上嗎？是在雪山上，但是李連杰後來說，那個時候那個雪山也沒有那麼高，他一般到5000米的高度都沒問題的。可是他不知道怎麼就上不來氣，然後越來越微弱，他就第一次感覺自己快要死了，就是產生了死亡的恐懼。哎呀，非常嚴重。後來他那個劇組的人員也是，那劇組人員也是有準備的，因為畢竟在雪山上嘛，哈，帶了大的氧氣瓶啊，大家就是這個趕快去把一個大氧氣瓶給拖進來了。拖進來了以後，才發現那氧氣瓶的那個開關怎麼擰也擰不開。擰不開。你說怎麼就這麼不巧呢？你說。是。就在他最需要那一口氣的時候，這個氧氣瓶打不開。人倒霉的時候啊，喝水都塞牙呀。那怎麼辦呀？最後沒辦法呀，大家就說那我們就要下山了呀，因為山上沒有氧气啊，把它抬下来。那從山上到山下要3個小時啊，就靠人抬着下山。在這3個小時裡，李連杰大小便失禁，呼吸微弱，瀕死狀態。他真的是靠着想要求生的意志堅持下來的。那等到了山下，到急救室，醫生對他做了初步的檢查和給他上了氧氣罐哈。之後呢，醫生就跟劇組人員說，如果再晚來一點點，人就真的沒命了。所以這真的是撿回來一條命哈，這沖太歲的年份。後來李連杰在採訪中啊，他還也是調侃的說，當時如果在山上有人花100萬讓他買一個氧氣枕，就是可以吸氧的枕頭哈，他都會非常樂意的去花這個錢。對，那個時候氧氣瓶的話就是救命的東西了，这是救命的，多貴得買啊。是可是那個時候就沒有，所以經歷了這樣的一場生死的這劫難之後哈，拍完《霍元甲》之後，李連杰也是逐漸就息影了，就不再拍這樣的功夫影片了。然後呢，他又投入了很多的精力進入到慈善事業，也非常潛心的在學佛。对，得好好養生啊。是。保命要緊。是對人生啊，對很多事情名利的看法，也相信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了哈。你看，像這個犯太歲年啊，連這個國際大影星李連杰都出現那麼危險的一個意外。對呀，他是耀眼的明星，而且還是功夫明星，就是我們所認為的這個財名利都有，身體還好，是吧，師傅就是能量又強，感覺。可是碰上沖太歲的年份，真的就是差一點就沒撿回這條命來。是預想不到這個意外。像他們那個拍這個武打的時候哈。就是包括很多這個武術演員，這個練功的時候，就是為了這個競賽的時候好看嘛。在空中哈，比如說轉身、旋轉、翻轉365度、450度等等的這些在空中翻轉的，為了好看嘛哈。其實，在武術中沒什麼用處啊。為了好看的時候，也是經常會摔斷骨頭、摔斷腿的，會有。還再就是演這個平時排練的時候，不是演戲哦。是武術的當中，雙人對練的一些要求啊，也是容易受傷的。所以經常會斷個骨頭什麼的是常見的，但是要命的並不常見。所以李連杰這一次呢，他是要命的事兒就來了哈。哎呀，這次是很兇險，我相信給他的打擊哈非常大。我想讓他呢又產生了很多的思考。就接下來怎麼辦？對，
繼續拍電影呢，還是幹嘛？對，我相信他就想着還能活着就不錯了。是，对，所以他後來的很多行為開始轉向。對，開始做一些慈善。對，然後我還看到有一些報道，李連杰就是經常也是會身上佩戴一些護身的法物，就像他有拍到他戴一個九眼天珠，我們可以看看那個照片。對，那個他就說這個天珠其實救過他2次的命。第一次是他那個當時2004年吧，那個印尼海嘯。對，那個有聽說是。對，當時他和他的那個老婆跟女兒，然後也是在度假嘛，也是就是在那個海嘯發生的地方，然後就是非常險些的躲過一劫。是。他就感恩，他覺得是天珠救了他。对，是。那次是大天災啊。對。是多少人淹死了都是。对，所以就是說李連杰這個天珠啊，網上也有傳說，他買的時候他是2000萬元，2000萬人民幣嘛，人民幣，對，大概有300萬美金吧。然後現在呢，市值就有上億，上億元，大概就1500萬美金。但是那個李連杰是不賣，他這個就是要護他的身體的，對，救命的。對，救命的東西誰賣啊？无價之寶。對，無價之寶。就我知道那個天珠哈，就是有一些比較好的老天珠哈，還有很多罕見的天珠。一個是有常見天珠，罕見天珠。我說的現在都是老的，老的當中有一種常見的，就像衣服一樣，普通常見的衣服。那極為尊貴的衣服、罕見的衣服也是比較少嘛，天珠也是如此。所以有些比較好的天珠，比如我在西藏的時候，现在說40年前了哈，那個時候像我父親老工人呢，他算比較高級的工人，這個月工資達到差不多將近200塊人民幣的時候，那個時候一顆老天珠哈，大一點的哈，我說的是最少的價錢，還是有關係啊，對，有人還認識我師父，這個關係情況下6000，在外面要價的時候都是3萬塊錢人民幣以上。那一算算哈，這個工資200塊，在外面市場上是3萬多，那這多大一個比例呢？就我買的話有關係，6000可以拿到，已經多少倍了？30倍吧哈。30倍了。那3萬呢，就300倍了。是。就是這麼大一個差異，所以今天的人們富了。但是貨幣貶值也比較厲害，對不對？在很多人富了有錢，就是想你們覺得能保佑的話，那我也買，都想去收藏的時候，這東西變得更貴了。所以一個老的這個天珠，就是對我也聽說有這個達到上億塊這個人民幣的，但是要100萬的已經很常見了，100萬的很常見。這個都不算啥了，不是傳說，就是市場，對，所以它真正的價值比什麼紅寶石啊，比什麼一般的鑽石戒指啊要貴多了，因為那個東西至少沒有說你戴上它保了命嘛，你沒有這個傳說的話，那個只是說所謂稀有的一個寶石，而這個能救命的話，那你說還是救命的貴呀，是，對。當然你要需要的話，那就是貴，買的人多，但是這個老東西又比較少，很多人家裡有這個東西的人呢，他家裡也不缺錢花，對不對？家裡也不缺錢的話，所以就比較貴啊。你要買我就不賣，我出1000萬不賣，你看價格就上來了，出2000萬了還不賣，你再還價就得3000萬，對不對？對，所以他那個9眼天珠，我們今天在現場也有天珠哈。這是稍稍老一點的哈，這也是9眼，就是分這些眼都是人做上去的啊，它不是說天生那塊石頭有這麼多眼啊，這是9眼，這是9眼啊，稍微有點年齡哈，180年啊，對，這個就沒那麼貴了哈，連它的那個費用的零頭都不夠哈，比較便宜的哈，但我們師父的加持力。是最慈悲、最吉祥的。謝謝啊，是，就希望說我們的宝物也能夠給大家來能夠保命哈，保平安哈。对。像我戴的這個呢，像這種就是天然的天珠。这個你看哈，
它就是這個石頭，我上次講過哈，就是那種石頭啊，有層有面哈，他找到合適那個層的部分進行手工打磨，他覺得像個人的眼珠子。我之前都講過，說這個原始的這種天然天珠呢，它就是來自於過去啊，在古代的時候啊，有很多個部落的民族呢，就有些人就發現呢，這個小孩子哈，這小 baby 小朋友到了晚上，經常有時候能看到点啥，完了之後嚇得又哭又鬧，睡不着覺。哎，那個時候有很多，也許是佛教的，也许不是佛教的一些那种修行的師傅，俗稱就是巫師或者通靈人，他們呢也共同用這樣的這磨出像眼珠子來的這個東西呢，進行詛咒加持，之後掛在身上或者掛在屋裡頭，那孩子晚上就不哭了，說這個邪靈就不來了。对，对。就師父說到這兒，我就想起來，咱們前2天那個 X 直播的時候，對 X 頻道直播的時候，是有一個阿美族的台灣的小姑娘，她就是被邪氣，所這樣等於是附體的哈，非常嚴重的。她就是碰到我們的天珠啊，我們的這個寶物的時候，她會有灼燒的感覺，她就想躲。對对对，然後他說就是連那個像師父袈裟書啊，像我們的這些吉祥法寶，像連我們禪堂老師靠近他，他就會覺得都會有這個灼傷的那個，就像被火燒的感覺一樣。我們正常人如果沒有被附體的話，沒有這樣的體驗哈。但是那個小姑娘她講的時候，我覺得就能讓我們有一個很真實的這樣子的，就是感受。就我們的法物對於邪氣是像火一樣的去燒它們的。就屬於他這種邪的是這樣子的。不同的邪氣的感受不一樣，有的就覺得放光，放光上睜不開眼要萎縮了那樣。對对对，所以不一樣哈。但是通過他講呢，就你覺得可以很形象的想象是這樣的一種感覺。那總的來說，不管你看到什麼感覺，也許他在最重要的時刻起到了。就是佛的慈悲的力量開始產生了作用力，對，就把你這個覺得還是個善良的人，說，保護住他吧，因為他做的錯事他已經懺悔了，現在我們開始保佑他，別讓他現在就走，別讓他現在就去世，就給他一次再重生的機會，就讓這一次，比如說車禍要命啊，像胡歌這個是不是啊？把他留下來吧。這小伙子不錯，他將來是一個善良的人，你看，就把他留住了。那類似這種呢，這種保佑還挺多的了哈。對，我看那個李連杰還帶了個藥師珠啊。是他最近嘛，他2025年8月的時候，他在網上發了一張，他說我的機器有點壞了，我去醫院檢修一下，很快就出來。他的手上就戴了3串藥師線珠。我們可以看哈，他也是。對，他檢查身體。對。完了之後呢，你看哈，盤了好幾圈的那個，就是藥師珠，藥師珠通體都是黑的哈，中間是一條白線。它分就是說，人工做出一條白線和天然的白線。像它這個應該挺貴的，是天然的哈，大家分辨這個你這個線是不是天然的哈，要看你這條線每一個，你呢把它對着自己的鼻子尖兒來旋轉這個珠子，如果每一顆珠子的線都是筆直的都在中間，那這就是人為燒製出來的白色。像我們這種呢，你在一直旋轉光轉這一顆的時候，這個線都在拐彎，這個就是天然的哈。像我這個也是天然的，對。但是呢，因為它是天然的，這個石頭當中有一個縫隙長了白線嘛哈，所以它厚度不同。有的呢貴一點的就是中間這個線寬一點，那像我現在戴的這一顆呢，這一串呢，這個線呢就是已經很細了哈，要仔細看才能看這個線，這就是天然的。像這一類咱們去找貨的時候也比較貴，就是說他這樣他的，我們再加上給他一祝福啊，把我們的美好願望加給他之後，就是他的護佑能力會變強。它不是用化學硫酸燒出來的，是天然的，對，可能有更好的作用吧。感恩師父。
对，所以你看，这个虽然李连杰哈，他的这个天珠很貴哈，但是我們的網友、我們的這個同修們一樣可以請到師父加持的哈，特別有加持力，能夠護佑我們遇難成祥的天珠，是藥師珠啊。是，今天我們這些在我的這個台上哈，包括你那邊的，我都加持過了哈，就當大家的面再進行加持哈，都加持過的哈，包括這個老琉璃珠啊，真的怕掉不粘在這兒了哈。蜻蜓眼的琉璃。對，這是金剛訣哈，這個好大，辟邪的，直接就是辟邪的哈。大金剛訣。對，這面還有呢，這烏黑發亮的天珠哈，像隕石一樣哈，能量特別強。真美啊！對，它這個紋要仔細看才能看到那個紋那個眼睛哈。對，你看這個是古代的青花碗哈。對。明代的了哈，就是特別有，這就是寶碗，給你家聚福聚財的哈。好，有幾個天珠哈，天然天珠。好，這還有韓國式的這個青瓷寶瓶哈，這些就是聚財的了。聚財寶瓶。聚財聚福哈，那面還是天然的啊，天然的一眼天珠哈。對，天然一眼天珠哈。好棒啊！很強的辟邪，對，大家都看到了哈，吉祥護佑的能力。對對對，那我們最近的直播呢，我都會說，把我們有一些現場的，有一些覺得大家該能夠佩戴和請的這些寶物呢，都在現場給大家看到哈。這些呢，你看就是玉佛像哈，哎，有些朋友就需要了。尤其是有四大屬性，對，明年犯太歲的四大屬性，屬鼠的、屬牛的、屬兔的、屬馬的。對，這四大屬性哈，身上呢要帶藍、綠、黑啊等等。那這裡呢有白的偏藍的這個白玉，加香金佛、金菩薩，那。下面這裡呢，就是有這個翡翠的翡翠的偏藍綠色的菩薩和佛像在這裡哈。對，屬於這樣的一個屬相的呢，要去佩戴像這樣的顏色的哈，這些寶物，尤其像佛菩薩類的哈，對，就什麼都代表了啊。對，佛光就護着我們了，就是護着了啊，這個是很重要的哈。對。非常感恩師父，感恩師父親自為我們的網友們就是加持這一批法物。其實上一期直播師父也親自現場加持了，一批佛牌，一搶而光，因為我們太有需求了。是，就不光是犯太歲的，除了犯太歲之外，比如說身體弱呀、能量低的，也都是隨時想要佩戴師父加持的法物啊，越多越好了哈。多一份護佑，多一份吉祥。對，這種事兒寧可信其有啊。對，要不然的話，你像胡歌那個，你在這個撞車的過程哈，這個車你上網上看一看，撞車之後這個車被撞之後的運動路線哈是不受控制的，有很多是這樣翻滾着就往前走了，還有的像那個撲克牌一樣立着那樣翻滾的，還有的就它飛到了對面的那個路上去，那個對面來的車在撞，還有的掉到山谷下，都有，還有撞那個大石頭山的那個牆壁，哎，那個只能說叫九死一生啊，都是不一定的，有時候你那個車跑着掉了個輪胎，車可能就飛了，對，所以在當今的話，我們說的不管多馬路多凶險，那你總得要出門吶，對吧？所以這個第一個就出入平安了，這個是最重要的。是。哎，我記得上次咱們在是不是 X 上直播還是誰？哎，有一位朋友就說了，我早知道發生這麼多的事故的話，我們應該多去做一些功德哈。上次那位女士就這麼講，我忘了是誰了哈。對，所以當這個本命年這個災難沖太歲、犯太歲、刑太歲、害太歲等等的。當事兒出了之後，人人都信了，但是都後悔說，我為什麼沒有提前多做些功德？我沒有說，比如說師父給你的天珠，
有時候我的見了面，我都會給人贈送哈。哎，有些贈送的寶物為什麼沒帶在身上？如果帶在身上的話，不至於2個腿斷，對不對？帶在身上至少能保住1個腿也好啊，對不對？所以有時候他過後之後就後悔，哎。但是我們講的時候吧，就想的我們真有點危言聳聽，我們開始懷疑自己，我講多了危言聳聽。但是你今天看看醫院裡頭出現事故的人哈，滿身血，還有很多來救你的人說能活着能救出活的來就不錯了。是很多人一邊撬車拒車一邊這麼說話的，对不对？等他們救多了，所以一看你還活着，所以一檢查傷不重，說你已經太有福了，就是這樣說你。對，所以我們寧可唠叨一點哈。所以希望我们的網友們呢，都能夠吉祥平安的呢，度過這些沖煞之年。是感恩師父，最慈悲的心來勸導着大家，一定有個慈悲心，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平安吉祥。對，感恩師父。那這些師父親自加持的寶物也是數量有限哈，然後有需求的網友們趕緊聯繫以下的那個電話號碼或者郵箱去預定你想要的寶貝，可以截屏這個畫面，截屏拍照。對，好，感恩師父。那就是接下來還想給師父網友們分享一個案例。我們剛才講了2個就是明星犯太歲的案例，那現在給大家講一個王室成員犯太歲的案例。想聽？王室的，王室的王家貴族哈。對。就是我們一般想到王家貴族都會覺得都是高高在上啊，非常高雅，非常有權力，非常莊嚴的，然後就是很神秘、很仰望的那種感覺哈。那多少女生就從小就是仰望着，有一天能嫁個白馬王子，就嫁進王室，能夠從一個醜小鴨變成一個公主。是。哎呀，但是呢，就是在這個那麼輝煌的王室中，偏偏有一些成員就不按牌理出牌的。其中一位就是我們英國王室，有一位哈利王子。哈利王子聽過呢？對，聽過吧？那他也是鼎鼎大名，因為他媽媽是那個戴安娜王妃嘛。對。他是戴安娜王妃的小兒子。那這個哈利王子呢？他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呢，和他妻子梅根突然間有一天，他們就在社交媒體上宣布說，他們要退出英國王室，要經濟獨立，就是我不當王子了。對，就不當王子了，我要退出王室。當時候就真的是英國王室近代的一個最大的風暴之一。因為他們做這個決定呢，其實提前沒有通知任何王室的成員。對，沒有做過任何的溝通，連他的這個哈利王子的奶奶，這個伊麗莎白2世女王，她也是通過社交媒體，看見我孫子說他要離開王室，我覺得對，他也是這消息也太令人震驚了，當時肯定是太震驚了。對，他一開始也以為是什麼，是不是個烏龍啊？然後後來發現是真的。他們真的就發布了這個消息，然後當時整個王室就震怒因為真的就是很侮辱嘛，然後也是就是非常威脅到這個王室的權利是啊，好歹你商量一下是吧？對，好歹得給我通個信我們也可以好好說嘛。對。然後結果他直接就這麼樣的公布了。然後這個伊麗莎白2世女王就跟其他王室家族討論了一番，然後就後來就發布了一個正式的一個就是通告，就說他支持哈利王子放棄英國王室高級成員身份和附帶的責任，然後開啟他的新生活。不過呢，之後那個白金漢宮就宣布，哈利跟梅根就以後就不能再使用殿下的頭銜，不再履行王室的職務，也不會再領取用於履行王室職務的公款，同時也不再正式代表英國王室。所以對哈利那個夫婦來說呢，這就是自由的代價。他們現在確實實現了經濟自由然後愛幹嘛就幹嘛，但是同時他也失去他尊貴王室的那個身份，就變成一個普通的夫婦了。
就從王族變成平民了。对，就是在2020年的時候做的這個宣布啊。然後從命理天數來說呢，那當時2020年是庚子鼠年嘛。對。那這個哈利王子呢，他其實出生於1984年，他是屬鼠的。當時候那個2020年的時候，他36歲。是他的本命年，是本命年然後我們也知道，本命年通常會經常出這些變故啊，容易發生大事啊、變動啊、衝擊等等的。然後他的妻子梅根呢，她出生於1981年，屬雞。然後就在2020年的時候呢，她正好呢是破太歲。所以2個人都是犯太歲在那一年。對，2個人就是一個是本命年，一個是破太歲。对，都是犯太歲。然後結果2個人在2020年就決定退出這個英國王室，這個那麼大的一個，就是改變命運的一個決定啊，可以說是。對，就是典型啊，太歲來敲門，人生要轉彎，真的是轉彎了，真的，那這無獨有偶啊，哈，咱們這個說了英國王室哈，我們就在網上又再看看還有沒有什麼類似的哈，沒有想到。很巧，1年之後，在日本皇室也發生了同樣的這個皇族的成員退出皇室的這樣的事情，那就是2021年在這個日本皇室呢，有一位公主叫這個真子公主她是當時前日本天皇明仁天皇的長孫女，就是最大的外孫女了然後她是文仁親王的長女，當時呢她34歲。就在這一年呢，她主動選擇嫁給了她的這個平民男友就是當時是她的男朋友，大學裡認識的她選擇嫁給平民男友，就退出了她的王族身份了。她也退位了。對，為了嫁給這個平民身份的男朋友那她是整個日本這個皇室歷史上第9位因為和平民結婚而失去皇族身份的女性成員。在日本的這個皇室典範中，確實是有這樣的規定的可能只是對皇族女子有這樣的要求，當他們與這個非皇族的男子結婚的時候呢，就會喪失皇族的身份。那這段戀情呢，本來也是很有爭議因為這個在婚禮前的1個月這個真子公主的男友的媽媽還捲入了金錢的醜聞。對，因為你像皇族，他的公主王子都是備受民眾所這個關注的嘛那公主要結婚了，公主的男朋友的媽媽陷入醜聞，所以當時輿論的壓力是很大的，就是大家都不同意說公主嫁給這樣的男孩子但是真子公主還是很堅持她自己的決定的。當時就在沒有辦任何儀式的情況下，也沒有拿任何皇家的這樣的嫁妝就跟男友去到美國，開始他們的新生活了。那我們再從他們的這個生辰和當時的年份，我們來看看這個真子公主是1991年出生的，她是屬羊的。那2021年她決定退出皇室的這一年呢是牛年，在這羊和牛是對沖的關係，所以在這一年她是犯太歲，沖太歲。對。在這樣沖太歲的年份我們這個可愛的小公主也做出了離開、放棄皇室放棄這個身份、放棄特權，去追求她自由人生的決定。一個巨大轉折。是。所以你看這個犯太歲多厲害呀！多厲害呀！哎呦，這個年份人一衝動，什麼決定都能做呀。對。還很多事兒不是衝動來的。對。你看撞車哪是衝動对，是。反正就是灾。就是各種各樣的大的動盪和震盪，災難和變動真是。对。感嘆是的那剛才我們講了這幾位名人皇族他們都不免受到這個犯太歲能量的影響。那更何況普通人呢？那我們接着給師父再分享幾個這個網友他們犯太歲經歷的事情。好的。好嗎，師父？好。那首先分享的是一位叫 Marine 的這個網友他說：尊敬的師父您好，弟子呢要和您分享一個自己的故事。我呢出生在88年，是屬龍的。在2023年的兔年我迎來了一個特殊的年份，是亥太歲。那我在師父當時新年的相關開示中聽到，
我自己那一年會害太歲啊，運勢會不太順利的時候呢，我對這一年確實有幾分忐忑和不安。可是啊，我並不知道這一年來的考驗遠比預期更長，更令人煎熬。在2022年底的時候呢，我滿懷憧憬地提交了留學加拿大的申請。我充滿期待地等待，計劃着我的新生活。按照往常的經驗呀，留學加拿大的簽證通常3個月左右就能出結果。可是沒有想到的是，疫情後的加拿大簽證體系嚴重滯後，積壓了過100萬份的申請，審理變得非常不穩定，並且在國際形勢的影響下，審查也變得非常嚴格。那我的命運又將如何呢？我在等待中，3個月過去了，5個月過去了，6個月過去了，1整年過去了。我眼睜睜地看着身邊的朋友陸陸續續地拿到了簽證，啟程留學，開啟了人生的新篇章。可是只有我沒有收到任何消息，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去加拿大留學的機會。出簽證的時間好像是由天意來決定的一樣。那因為等待的時間太長，連支持我的家人也開始勸我放棄。2023年的害太歲，日日夜夜都在折磨着我。就在那段最迷茫的日子裡，我做了一個夢，夢中我雙手接起師父賜予的各式各樣的珠寶，同時啊，不斷地把這些珠寶往我的背包裡裝。可是無奈我自己的手太小，很多珠寶都掉到了地上。夢醒後，這個夢呢，提醒了我，我自己的功德福德還是不足的。我就開始念佛、點燈，用師父教導的方式去為自己積累功德。每一聲佛號，每一盞燈，都承載着我內心的願望。我也給自己打氣，在絕望中堅持，希望可以看到一絲的曙光。可是到了2024年年初，加拿大移民局宣布了一條消息，要對國際學生獲批的這個學生許可，就是學生簽證的數量，實施臨時的總量限制，整體的名額就比2023年減少了約35%。可是2024年正好是我的本命年吶，我犯太歲，我感覺我的希望那真是越來越渺茫了。終於在2024年的一次新年年初的直播中，我崩潰地在師父開示的直播時嚎啕大哭。害太歲已經讓我如此痛苦，到了本命年我要怎麼辦呢？我哭着在電視前祈求師父給我一些加持和奇蹟。神奇的是，也就是在這場直播裡，我被師父抽中得獎了。師父給我的新年禮物中有一顆8寶靈珠。中獎的那一刻，我感覺終於有了希望，得到了師父的加持，在家中嚎啕大哭。中獎後，我更加認真地念佛，做大禮拜。我同時也去菩提學院網為自己點了雙份的安太歲燈。我振作起來，積極地和加拿大移民部溝通，了解自己的簽證進展。終於在2024年的10月，我的簽證通過了。那一瞬間，我感覺胸口壓着的巨石掉了下來，我激動得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那種天哪，終於等到了的感覺，真是一輩子都忘不了。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我有了新的領悟。無論多大的障礙，師父所教的妙法就是破除障礙最簡單的方法。現在我已經來加拿大求學1年了，一切都很順利，真心感恩師父這一路的加持和祝福。這個太好了，是也為他開心啊哈，但是也能體會到他當時申請簽證一個月等不來消息的那種無奈和無助哈。但是很有趣，他做了一個夢，那個夢很有趣。師父他在夢中夢見師父給他很多珍寶，還是很有緣分的哈。可是他的小手那個珍寶不是都能接住，就漏掉了很多。這個你是在問我是吧？啊，師父。我覺得首先呢哈，你要做夢夢到，比如說神啦、佛呀，給你禮物啊，給你財寶，是光明的、吉祥的，你有幸福感。或者你相信的師父給你寶物啊，
給你什麼金色的東西，這些都是吉祥的，這樣的一個徵兆，是吉祥的，是好夢啊。所以接下來他那個就批准了呀。对，後來就批准了，是。那其實我們今天的網友聽的時候啊，這去留學加拿大，申請了將近2年，對，才給批准。你說這個還叫順利嗎？算順利了，其實在現在這個情況算奇蹟了都。我們想解釋一下哈，因為我就是加拿大身份嘛，所以对於加拿大這個移民和留學哈，會了解一部分。說咱們也可以上網搜哈，就這2年，加拿大還有美國，幾乎是不招收留學生，是不招收的。對，你知道，包括去回美國人，就是已經是有美國的綠卡的人哈，你回國了，完了之後呢，你比如說你是越南也好，中國也好，你現在再回去美國，你已經有綠卡了，應該沒事兒吧？去過海關的时候，有時候還經常哈，就把你扣留住，不讓你進到美國，甚至把你的這個綠卡給取消了。移民局的權力非常大，他說啥就是啥。對。因為這個原因哈，使得很多的這個高校，就是大學，還有那個學院，很多都關張了。為這個事，很多教授老師都給開除了。還有更慘的人，跟着倒霉的哈，和他連帶的那些行業，比如說很多人有投資頭腦的，手裡又有錢的人哈，比如說在一些大學附近買那些就是一單個的那個樓房，就出租，就留給出租給這個留學生的。沒人租了，沒有留學生，就現在加拿大、美國，很多靠這個來賺錢的人，虧得很慘，因為這麼虧，大家都租不出去。你今天你要想賣的話，你想當年50萬美金買的一個小房，現在呢，這20萬，就賠得很慘。所以說，在這樣的一種嚴峻的形勢下，這姑娘就拿到了這個留學簽證。那已經是已經很奇蹟了，非常的幸運了，對，非常幸運，對，那也是真是多虧師父的加持啊。我覺得至少與佛有緣吧。是，正好他這2年也又是本命年，又是犯太歲的，真是靠着師父的加持、佛菩薩的加持，還那麼順利的拿到他這個簽證。反正不管怎麼說，今天你能夠去留學，別的國家不知道哈，加拿大和美國能夠在2年以內獲批能去，你就認萬福吧，是非常的艱難了，非常艱難，因為很多學校都垮了，為這個事兒，就一個政策的轉變。那過去的話，你像加拿大主要都是外國留學生，現在呢，只能靠本國學生，本國學生哈都填不滿他們老師的肚子，對不對？這個教室能成，比如說5000人，現在1000都不夠，可能就500人，他怎麼樣生活下去啊？對，就現在是這個狀態。所以這姑娘真是太幸運了。是，哎呀，師父，那我們也給她送個禮物。好呀，好的，加持她更順利、更平安。对，她現在在加拿大讀書嘛。對，好，給她送我最喜歡的哈，最吉祥的菩提的 T 恤衫哈。哎，你看。有背後還是龍，五爪金龍，你看看，無論睡覺哈，還是出門做事都能穿哈，就是在這樣的年景哈，就是說消災滅難保平安吧。感受到，尤其是本命年的朋友們，一定要穿紅色的菩提衣服哈，晚上睡覺的時候，對，那也想再借這個機會給大家介紹，我們今年也推出了安太歲燈啊。對，我們這個小姑娘她也是為自己點了雙份啊，當時啊，很順利的就拿到了簽證哈。那安太歲燈不光能夠保佑我們順利的在辦事啊各方面順利，更重要的是保佑我們能夠吉祥平安。对，那也是感恩師父非常慈悲啊。今年我們這個安太歲燈
90天吶，哈，會上燈90天，3個月啊，只要99美金，非常優惠啊。所以讓所有有需求的朋友啊，都能為自己點上1盞或者多盞這樣的安太歲燈啊。我們聽到了這個消息，我們就趕快到我們的菩提學院網上哈，我們發心一出，佛菩薩的佛光就來照着我們了。那不光是我們犯太歲的要點，其實不犯太歲的也去點一份吶，哈。是。對，保佑我們一年都平平安安的。順順利利的，对，尤其明年是赤馬紅羊年，对吧？那同時呢，我們還有藥叉神將保佑我的祈福燈啊，這個18天只要18美金。我一般都會安太歲燈點了以後，我還要再點一盞藥叉神將保佑我的燈啊，我要去選我的屬相的藥叉神將啊，保護着我每一年的每一天哈，帶着他的千兵千將都護佑着我，能夠順利吉祥。對，也是。感恩師父給我們這麼大的這樣的保佑，感恩師父。好，那我們還有故事呢，是吧？是，那再給師父網友們分享下一個故事。來自我們網友小愛，他說：師父好，我的老公屬虎，今年39歲，在2025年，就是今年是犯雙太歲，刑太歲加上害太歲。就在今年的7月份呢，有一場意想不到的事故就發生了。那一天，老公像往常一樣，在他朋友的房子裡面做裝修。當時他站在他站在梯子上，然後右手拿着角磨機打磨屋頂的柱子。這時不知道怎麼的，他腳底就沒站穩，滑了一下，右手一鬆，這整個角磨機在高速轉動下直接飛了下來，飛了出去，滑到了老公的左手臂。他的鮮血就瞬間噴了出來，大量的血不停地往外噴流，血肉模糊的胳膊看得讓人直害怕的。他的朋友用衣服就把他的手臂綁住，他衣服也瞬間全染成鮮紅色。朋友就馬上開車加急把我老公送到最近的大醫院。老公手臂的骨頭已經露出來了，醫生說左胳膊的筋和神經已經全斷了，緊急要安排手術。手術後住在醫院期間，醫生還要求我老公吃喝拉撒全都在病床上，害怕小便用力，還給他插了尿管。醫生說雖然手術了，但是不能保證他這個胳膊就能全好，接下來要看他恢復的情況。那段日子真是痛苦啊，一直說人生中錢最重要的老公，躺病床上的時候不時就會感慨一下，原來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要是這個下恢復不好，胳膊變殘廢了，他寧可去死。我跟老公說，現在只能求師父佛菩薩保佑了，要趕緊做功德，讓胳膊的傷能夠恢復好。一向來都沒有信仰的老公毫不猶豫地說好。就這樣，我就幫老公在菩提禪堂塑佛金身，也供了49天的大圓滿燈，祈願佛菩薩護佑他順利康復，健康平安。結果，老公的傷口恢復得非常好。到了第6天，醫生就說他可以下床了。到第7天就能出院了，連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醫生還告訴我們，老公非常的幸運，因為他的大拇指的神經就是差2毫米就斷了，而大拇指的神經斷了是沒有辦法接回去的。雖然發生那麼嚴重的意外，但老公恢復的狀況還是很好的，沒有留下太多後遺症。老公出院後，我看這2萬多元的醫療賬單，再想想老公這幾天那麼受罪，我陷入了沉思。人生是無常的，災難隨時來臨，我們凡人只能看到眼前，看不到以後。唯有多做功德，用佛菩薩的吉祥能量護身，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遇難成祥。功德是對我們人生最好的保障，做功德也是最划算的投資。感恩師父。现实版的哈。是。这也是很危險的。他那個機器啊，過去應該叫手持一種砂輪機，就是啊，它現在有的是用鋼片，有的是用那種金剛砂，是，其實也形成一鋼片，高速轉動，
什麼切瓷磚吶、切水泥磚吶、切鋼條啊，对，切木头啊，都是用它，很鋒利。它带着電的時候啊，其實很危險哈。對，所以就是剎那間，其實可以把手臂切斷了。是，直接把胳膊整個切開了。那如果你切到胸部的話，這人就死了。是。那切到脖子上呢，可能當場就死了。不敢想象。不敢想。對，所以這個旋轉的這個機器啊，手持的機器是最危險的。是。對，就他先生遇到了。對，這是九死一生啊，過來人啊。倒也不是。對，就反正就剎那間的一個事兒。是。胳膊一個大口子，就噴血。對。也是。筋和那個都斷了呀。是。好驚險了。是。這也是幸好師姐給他，因為先生是犯太歲嘛，犯雙太歲，這一年就真碰到事兒了啊！碰到事兒了，師姐就趕快啊。平時先生也是不太捨得花錢啊，對，不太懂得做功德的意義。很多男人哈，只知道像老黃牛一樣去努力工作賺錢養家，對，但是就是不知道怎麼花錢。對，然後你不管說啥，我就是不花錢，除了買房之外哈，對，硬件他肯定要花錢買的。但是說額外的東西，有些與自己什麼安危的事兒，很多說沒關係，對，你們買吧，你們用吧。很多男人也有這麼一個美好的心呢，很節省，對，希望說把這個錢留給家人去用，對，其實是這個意思，但是他太太還是很智慧的，他太太說，你看這個沒有做功德，你這手要到最後再廢了，你再萬一再危及生命了，那連賺錢的能力都沒有了。是這個事兒啊，是啊，關鍵太太有緣分，經常聽我們上課嘛，是，所以他就有這概念。對，那先生呢，就是我為了說，我只管說賺錢，就是人生最大的贏家，別的我先不管，我也顧不上，對吧？也沒怎麼聽嘛，所以他先生就覺得與自己啊做功德相關的事兒就無所謂。對。但經歷了這麼一遭哈，在醫院裡躺了幾天，那醫院可不是好待的地方。哎呀，醫院。除了救死扶傷，那就是差不多的，就弄不好就沒了。是，明白過來了。先生受苦啊，說我這每天要是待在這病床上，這還不如死了算了。吃喝拉撒都在那個床上。對呀。你別看哈，人累了總想在床上躺一躺哈。如果連着好幾天，醫生天天來看你哈，那個時候，很多人其實就覺得沒有活下去的信心了。真是活着沒有意義了，就是痛苦，沒有尊嚴，什麼都沒有。就比如說假設哈。他那個胳膊給切掉了呢，他的人生從此改變了，對，殘廢了，對吧？比如說你從小就沒個胳膊，這個父母親怎麼訓練你用腳吃飯幹嘛的，這也就這樣了，是吧？他因為從小他就沒有，他就認了，這個幹了幾十年，一直都手腳齊全，突然一下接着有一個手就沒了，或者不會動了，你看人那個突然之間半身不遂的人多難受啊！他也暫時也不會死哈，就整個比如說整個右半身不會動了，整個左半身不會動了，哎呀，這個人生啊，就好像一下掉入地獄一樣。你說幹什麼能方便？他另外半個身體是被拖着行走的呀，很可憐的。很可憐，就是也有很多是維持不了多長時間的，對，因為光心裡頭這個煩惱哈，有很多人心裡就想着我不活了。幹啥都不靈活不方便，就是你生活是需要人伺候的，對，就那樣的日子沒有任何的幸福可言，就只有苦難，是，所以幸好這個後來這個先生他受傷之後嘛，恢復也不好說，醫生說不一定能夠都恢復過來，太太就給他講了之後，先生明白了，說我要做功德，你去給我塑佛金身，去點49天的大燈，大圓滿燈。太太說好，先生一說趕快去做呀。做完之後，這先生沒幾天，看6天就這麼嚴重的傷就可以下床了，第7天就出院了。就從這個地獄走回了人間。他受了這個傷哈，就突然明白了，如果他好不了，或者他這個傷更嚴重的話，他怎麼去疼愛他這個親愛的家人啊？對不對？只有保證住你的身體健康，身體完整，才能更好的為你的親愛的家人服務。就是這樣的呀。突然明白了。點燈啊，塑佛金身啊。
是，其實也是小小的發心，但是做了以後呢，有很大的回報，很快就康復了。哎，現在又可以去為家人掙錢了。对。啊，這還真挺好哈。感恩師父，感恩佛菩薩。對，人都要長教訓的呀。對，這先生以後犯太歲一定會好好點燈的。是。好，那師父，我們也給這夫婦倆都送個禮物好嗎？好的。哎，這次呢，給他們2個的禮物哈。一件呢給他這個先生的哈，來，多漂亮的祥龙 T 恤哈。祝你事事如意，長命百歲哈。收到，感恩師父。哎，咱們速干的衫哈，你看，速干的八卦 T 恤衫哈，這個真是質量特別好啊。好，祝你們全家呢如意吉祥，收到；出入平安，收到；吉祥如意，收到。感恩師父，好，那我們今天也是跟網友朋友們分享了好幾個非常精彩的犯太歲的故事。是，尤其是在這樣的年景哈，犯太歲的年份，再加上赤馬弘羊，我們就特別需要師父的護佑，特別需要佛菩薩的護佑。對，因為人呢，這個有的就算是不是犯太歲哈，與什麼沖殺刑剋沒有關係哈，有時候也趕上說你的命理命相，比如說能量弱，能量弱運氣差，能量弱運氣差，幹啥都不容易成功，就算是不犯太歲也容易出事兒，請記住哈，比如說目光呆滯者。眼圈發黑的，額頭有怪怪的印子的，眉毛中間有點雜七雜八的東西的，就是印堂啊。對，總是感覺到晚上睡不好覺的，身體覺得無力的，腿發軟的，這些都可能容易出事兒哈。還有耳朵過小的對，那你呢，其實每一年哈。都要去爭取去做一些對這個每一個新年到春節這一段時間做一些為明年這個就類似於安太歲呀、保平安、請求佛菩薩保佑啊等等這些事兒，這些吉祥的寶物盡量在身上至少帶一個，要這樣子哈，因為不管是什麼年，這樣的人容易出事兒。那麼這樣的人如果又在一本命年，那麻煩大了，那就太容易出事了，出事幾率比較高，所以呢，要尋求一些保佑的一些東西，希望佛菩薩神靈能護着你，這個你才可能夠得到平安吉祥，所以這些事情哈，我們聽了這麼多，我們也總結一下，這些事兒不信不行，不信是咱的無知，那相信了之後，想方設法去解決能夠保住自己的平安吉祥，這是最重要的如果用一個盲目的不信來說，我今天回頭看，如果用我自己的經歷來說，那都是自己的無知，就是這樣哈。所以希望大家呢，我們的有緣的朋友哈，都能夠想方設法得到藥師佛，得到佛菩薩的護佑讓你的明年呢哈能夠順利快樂平安的度過去。感恩師父那香客我們也回顧一下，有幾點特別重要的，我們網友朋友們要做的。首先我們要點安太歲燈，對塑佛菩薩金身，對，明年是藥師佛，師父有講哈。還有呢，還有就是身上要佩戴菩提的吉祥法物，最好是師父親自加持過，對，這樣子的護身呢，就是我們能夠護佑我們遇難成祥，對，健康平安，順順利利的，順順利利心想事成。還有呢，還有就是我們要穿菩提的T 恤哈，是我们白天可以穿藍色的，晚上穿紅色的，對，這樣我們就全方位的得到佛菩薩的護佑，24小時得到佛光的加持也是感恩師父給網友們這樣的一個好的平台，這麼多好的機會，能夠通過一份很小的發心去得到很大的回報，感恩師父。好，不客氣。
那還有一個特別好的消息啊，今天要跟網友們分享啊，師父。就是呢，在我們這個菩提禪修學院網上，要為我們的優質客戶在年終做大抽獎。對，太好了。哎，年初我們就這麼想的。從1月份我們就這麼想哈，能夠上到咱的學院網上來，就是有大緣分哈。我們給他很多的鼓勵和支持。對。所以前2天我還和香可說，我說師父太好了，我覺得我們作為優質客戶都被寵壞了，就老給我們好東西啊！你看我們有菩提獎金，菩提獎金。現在我每一次在學院網上點燈或請法務，都有一個折扣。有的時候點燈我都不好意思用那個折扣，我說我要全款付哈。然後呢，還有免費上課。然後最近師父推出的這個有聲書，打開所有的心結，對，也是免費給到優質客戶，就没再花錢嘛哈，对，用的他的獎金，是，對，現在又有那個大抽獎，對，大抽獎，我們看看是什麼時候哈，是12月14號和12月28號，我們網友們一定要記住哈，這2場直播我們一定不能錯過，我們會在直播上做這樣的大抽獎。太好了，那我要怎麼參與這個抽獎啊？就是怎麼樣有資格能抽獎？誰能參與啊？只要是我們的優質客戶，無論你是紫銅的，還是白銀的，還是黃金的，哪一個級別的都能參與。那最低級別的這個紫銅啊，只要年累計消費$300，你就可以成為紫銅客戶了。就是1年消費累計消費$300。對。那個應該是很容易的。很容易呀，我們都需要點燈啊。這很容易就點到$300。這樣就有資格抽獎。是。那如果還沒有到的呢，大家一定要去這個我的這個菩提學院網我的福利上去看一下那個你的客戶級別看到級別，如果你還沒有一個王冠，就是你看紫銅的王冠、白銀的王冠、黃金的王冠，如果還沒有的話，稍微努力就能達到。達到之後，我們就能連續2次參與我們的直播抽獎。那還有更好的消息是，如果已經是黃金客戶的，或者即將成為黃金客戶的朋友們會有一次 VIP 的抽獎，就是他們有3次抽獎啊。對，太好了，而且 VIP 的獎還更好。我們先来看看一共都有哪些獎品，獎品是很豐盛的獲獎率也是很高的看看都有什麼獎品呢？首先有這個 iPhone 17，最新款的呀。對，我看了這個我都心動了，我很想贏還有這個 Apple 的這個 AirPods Max 對，這是很好的耳機，是吧？這個耳機是很時髦的，對，很時髦又很好用，這年輕人肯定都喜歡。哎呦，感覺聽音樂應該很享受用這個耳機，這是非常高級的，這也是我們抽獎禮品之一啊。還有5份呢這麼多份呢好的。還有我看，我特別喜歡這個掃地機器人，真方便。這成天在家裡拖地樓上拖完，樓下拖，還得拖地下室。有了這個就不用去幹這個活了。對，這個很實用。還有呢？還有我們這個菩提學院的禮品卡，還有菩提獎金就是等於師父真的是送錢給大家呀。太感恩師父了。很快到新年了嘛。是。我們就拿着師父給我們送的禮品卡，可以去買我們心儀的法物，可以去點點燈可以去為家人點燈積功德真好。還有好法物呢？還有什麼還有師父親自提名，就是親自寫的寶扇。是。師父寫的，我其實特別喜歡師父寫的扇子，我覺得，能夠有師父寫的扇子，那一定是一生都非常吉祥的。是。对。那還有呢？還有我們的菩提本八瓶這個應該是很有歷史的了，師父是吧？對，20-30年了吧。你看這也是很有加持力的法器是我們自己定制的。定制這個沒幾個了。對。現在在我們這個手裡頭可能有20-30個一共。現在都沒有了。真是就是太难得的宝物了。对，它也是，它就是个纪念了。
对，還有這個師父特別加持的翡翠呀、天珠啊，很多特別美的，而且很有加持力的法寶。哦，太好了，這聽得都好心動，好興奮哦。還有很多神秘的，我就不在這裡說了啊。對，到時候我們都會看到的哈。是。那網友們一定要記住哈，一次抽獎是12月14號，一次是12月28號。我們要在抽獎前一天成為我們的優質客戶，我們就能夠自動的可以成為就是這個參與這樣的抽獎。對。哎，那師姐到時候抽獎什麼形式啊？就是比方說，如果我獲獎的話，我要怎麼知道我獲了獎？我們在這個菩提學院網上哈，其實現在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是優質客戶的話，就會有我們的3不同的獎券哈。金卡以下就會有2張優質客戶的獎券。那金卡以上的就會有3張獎券。哎，我們到那個我的福利那邊是吧？對，到時候我們都可以查到哈，我們優質客戶就去我的福利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獎券了哈。12月14號我們就都能參與抽獎了。好。哎，那我們剛才講到的那個故事，大家還記得嗎？那個小姑娘想要拿到加拿大的簽證，怎麼都拿不到。對。最後在師父的新年直播中崩潰的求師父說：“師父啊，你幫幫我吧。”結果被師父抽到了。抽到之後，哎，那一年就終於拿到了他的簽證。對，解決了大問題。所以我們不光是想要獲得這麼好的獎品，很吸引人吶，被師父抽到也是大加持啊。是，這新年好運就來了。被抽到的都是有好運的。所以感恩師父。不客氣。師父。好。那我們就期待着這個大抽獎吧。很期待的。很好哈。好，也再次特別的感恩哈，我們所有支持我進行網絡弘法的朋友哈，無論是到慈悲音，到禪修學院，還是去這個語書房進行贊助的所有的朋友哈，我祝你們呢身體健康，事業興旺，子孫賢孝，闔家幸福。一切吉祥如意，還要壽比南山。我們說一下下一期的時間啊。好，那我們下一期的直播時間是亞洲台北時間12月7日週日下午6點，那溫哥華時間是上午2點鐘。好的，那今天我們直播就到這裡，謝謝大家，我們下次直播再見。感恩師父。小的紅典禮，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你相遇。小小的紅典禮，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寬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為有了你，生命變得更堅定，不憂憂無慮。因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懼。我快樂了。